大家好，欢迎收听心灵解码。我想先问听众一个问题哦，你是否曾经历过这样一段关系？起初你们如胶似漆，但渐渐的，对方的关心变成了那种无孔不入的控制。你的行踪需要报备，你的社交圈被严格审查，每一次小小的反抗都会引发一场巨大的争吵。但就在你先力交瘁，准备放弃的时候，对方却突然的变得温柔无比，用尽一切方式道歉示好，让你相信一切都会变好。这个循环就是我们今天要谈的爱的枷锁。今天我们邀请到心理师 Dr. Lin 来和我们一起探讨这个话题。Dr. Lin， 欢迎你。Alex， 你好，各位听众好。你刚刚描述的情境真的触动了很多人心中最脆弱的一块。它在心理学上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模式，我们称之为虐待循环。虐待循环。对，它之所以如此具有毁灭性，正是因为它用爱和甜蜜来包装控制和伤害，让深陷其中的人分不清楚这到底是爱还是一种折磨。对，它就像是一个看不见的剧本，在关系中反复上演。Dr. Lin， 不如就由你这位专业的导演来为我们拆解一下这个剧本。好，那它到底有哪几个章节？好的，这个循环剧本通常有4幕。第一幕是风暴前戏，也就是张力积累期。这时候控制方的行为会以爱和关心的名义出现，像是我只是担心你才想知道你跟谁出去，或是说你的那个朋友对你影响不好，少跟他来往吧。这些话听起来充满关怀，但本质上是他们内心不安全感的投射，试图透过控制来缓解自己被抛弃的恐惧。我懂了，所以被控制的人一开始可能会感到窒息，但又会自我怀疑，对，觉得是不是因为他太爱我了才会这样？这种矛盾感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消耗。完全正确。接着，当被控制方试图争取一点个人空间，或无意中触犯了对方设下的隐形规则的时候，剧本就进入了第2幕，全面爆发。积累的张力为瞬间引爆，可能是一场激烈的言语攻击、冷战、情绪勒索，双方都感觉自己是受害者，痛苦万分。这就是关系跌到谷底的时候。没错。那最奇特也最让人迷惑的是接下来的发展。风暴过后，不是一片狼藉，反而可能出现彩虹。是的，这就是最关键的第3幕，雨过天晴，也就是和解和蜜月期。冲突过后，控制方被巨大的被抛弃恐惧所淹没。所以为了挽回关系，他们会积聚性的转变，深刻忏悔，送礼物，规划旅行，说尽甜蜜语，发誓绝乃不再犯。这种强烈的温情攻势会让刚经历风暴的人产生一种错觉。什么错觉？认真看，这才是真实的他，之前的他只是失控了。哇，这感觉就像是坐拥笑飞车一样，从地狱瞬间被拉到天堂。对，那个高度甚至比一开始更甜蜜，更让人眩晕。这个比喻非常贴切。Alex， 你知道吗？心理学上有一个名词专门形容这种状态，叫做创伤后连结 （trauma bonding）。创伤后连结就是你会对那个同时施加痛苦和给予温情的人产生一种强烈和矛盾的情感依赖，然后就顺理成章地进入第4幕忘记的回旋。然后这种强烈的温情攻势会让刚经历风暴的人产生一种错觉。什么错觉？看，这才是真实的他，之前的他只是失控了。哇，这感觉就像坐拥笑飞车，从地狱瞬间被拉到天堂。对，那个高度甚至比一开始更甜蜜，更让人眩晕。这个比喻非常贴切。Alex， 你知道吗？心理学上有一个名词专门形容这种状态，叫做创伤后连结 （trauma bonding）。
创伤后连结，你会对那个同时施加痛苦和给予温情的人产生一种强烈和矛盾的情感依赖，然后就顺理成章地进入第4幕，忘记的回旋，就是一种重复的循环。双方刻意避开敏感题目，享受来不易齐的平静，但根本的矛盾从未解决。这段平静期只是为下一场风暴酝酿能量，循环就这样周而复始。听起来真的很让人自喜。我们很容易会把一方标签为加害者，另一方是受害者。但从你刚刚的分析听起来，事实似乎更为复杂。是的，简单的标签化会让我们忽略了去理解这个模式为何能持续运作。事实上，双方都深陷在各自的心理困境中，共同维持着这个痛苦的模式。从控制方来看，他们的行为根源往往不是恶，而是源于童年或过往创伤的深刻的恐惧和不稳定的依附模式。他们的控制行为本质上是把内心的失控感向外投射的一种防御机制。那被控制的一方呢？我们身边的朋友，甚至我们自己都可能问过这个问题：既然这么痛苦，为什么不离开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同样复杂。除了我刚刚提到的创伤后连结，还有一个很强大的心理机制，叫做沉没成本效应。沉没成本就是觉得我已经投入了这么多时间和感情，现在放弃，不就代表过去的一切都白费了吗？情面中长期的批评和控制会严重侵蚀他们的自尊，让他们相信自己不值得更好的，甚至因为被孤立而感到无助。他们死死抓着蜜月期的美好回忆，期盼对方能永远停留在那个温柔的样子。理解了双方背后的心理矛盾后，那最重要也最实际的问题来了。好，到底要怎么才能打破这副名为爱的枷锁？这个问题需要巨大的勇气，但绝非不可能。第一步，也是最难的一步，就是觉察和承认。觉察必须停止自我欺骗，勇敢地对自己承认，我们正处于一个不健康的重复的循环中。我会建议可以试着记录下来。记录。对，当模式清晰地呈现在眼前的时候，就再也无法扭视它的存在。承认事实是改变的开始。那下一步呢？第二步是建立边界。Alex， 你觉得什么是健康的边界？我想大概就是能够保护自己，但又不是把对方推开的一种沟通方式吧。例如温和但坚定地说，我爱你，但我需要自己的社交圈。我今晚会跟朋友见面，回来再跟你分享。或是我理解你的担心，但检查我的手机会让我们失去信任。这条线我不法跨越。说得非常好，这就是健康的边界。设定边界初期，几乎一定会引发对方的强烈反弹，触发冲突。一定会，这一定会，但这是打破循环的必经之路。这也带出了第3步，学习有效沟通，练习从你的指责模式转变成我的感受表达，将你怎么又在控制我换成当你要求我报告行踪的时候，我感到不被信任和窒息。这个更能让对方理解你的处境，而不是立刻进入防御状态。那如果这3步都尝试了，但情况仍然没有改善，那就需要第4步，寻求专业协助。这个循环的根源深植于双方的心理底层。我们又说，有时候单靠自己的力量很难彻底改变。心理咨商师或婚姻治疗师可以提供一个安全的环境，帮助控制方处理内心的不安全感，帮助被控制方重建自信，并引导双方建立全新的健康的互动模式。是。谢谢 Dr. Lin 这么清晰又充满同理心的分析。这个控制、征兆、示好的循环，就像是一个用温柔和甜蜜打造的精美老井。蜜月期的温柔是诱饵，平静期的安逸是麻药，
他们让我们忘记了笼子的存在，直到下一次铁链收紧。说得很好，真正的爱应该是建立在信任、尊重与自由之上的朋友关系。对，他给予彼此空间去成长，而不是将对方修剪成自己想要的样子。打破循环的旅程是艰难的，但每个人都值得拥有一段能让自己自由呼吸、能做真实的自己的健康关系。好的，希望今天的分享能为深陷其中的你带来一丝光亮与力量。在节目的最后，我们想留给听众一个问题思考：在你现在或过去的关系中，爱这个词是让你感觉更自由、更像自己，还是让你感觉被束缚、变得不像自己？这个答案只有你自己知道。谢谢收听心灵解码，我们下次再会。